5岁那年，老爹亲自把一个荷包挂在了我的脖子上。那时候我还太小，只知道这荷包里装着一个画着奇怪图形的黄纸，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关系到我的性命。后来，随着我的身边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怪事，我才慢慢理解，这个小荷包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我叫崔作飞，胡作非为的作飞。这个故事要从许多年前的东北，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讲起。我的家乡叫龙江，属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。有句俗话，腊七腊八，冻掉下巴。那年我爷爷28岁，出门解手都要拿个小棍儿，边尿边敲，要不然就会冻上。东北的冬天就是这样，能冻死人。那个时候的腊八吃的是黄米饭，又叫黏米饭，就是那种黏黏的分不出粒儿的饭，粘到下巴上感觉很恐怖。如果留胡子的人吃，更是没法想象。这一天正好就是腊八，奶奶拿出了半年积攒下来的黄米，准备煮黄米饭。米下锅，盖上锅盖，灶坑里的苞米杆子烧得很旺。没多久，锅里便传出了阵阵米香。等着饭熟时，我奶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那时候，她梦到了一条类似于黄皮子的东西在她面前晃来晃去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正当她生气想捡石头丢她的时候，她被一阵敲门声给吵醒了。小崔嫂子，快出来看呐！抓这个扒墙洞子的。所谓的扒墙洞子的，其实就是小偷。那时候的院子里都是土墙不结实，如果小偷翻墙，有把墙扑倒的危险。于是就有毛贼想出了钻狗洞的伎俩。今天这贼也实在是够蠢，天还没黑就来偷，结果被院子里的人抓了个正着。我奶奶出门看去，只见住在院子里的每家的人都已经出来看热闹了。那个贼不是本村的人，因为大家都不认识。他看上去大概40岁左右，脸尖的出奇，留着像耗子一样的小胡子，一件破破烂烂的棉袄裹在身上，贼溜溜的小眼睛四处打探着，该是害怕了。现实是残酷的，尤其是在那个人命贱如草芥的年月，本村的人都在忍饥受饿。如果放过这个来历不明的毛贼，那以后就没有太平的日子过了。因为如果不杀他，他以后一定会继续祸害这一带。不一会儿，院子里的大伙一起动手，把这个毛贼3下5除2地绑了起来。刚出锅的黄米饭端到了毛贼面前，地上的毛贼闻到香味也来了精神，也不说话，只是不住地用鼻子闻着，2只小眼睛不住地眨呀眨的。不是我们不给你活路，只是我们也是实在活不下去了，都不容易。你吃饱了饭就上路吧，下辈子一记得托生个好人家。就这样，爷爷不停地将沾了凉水的黄米饭喂进毛贼嘴里。那毛贼也饿极了，一口一口就往下吞，都不带嚼的，一边吃还对着我爷爷嘿嘿地笑着，完全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。这碗黄米饭是他最后的晚餐。黄米饭刚出锅的时候温度奇高，几乎有水沸点的温度，而且粘性很大，加起来一块一块的。沾了凉水后，表层的温度和里层的温度相差很大，吃到嘴里温温的，但是吞到肚子里以后就会把胃烫个半生不熟。等到一碗黄米饭快要下肚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女人们都回了屋，因为不想看到下面可怕的一幕。不出多久，那毛贼就死了，大嘴拼命地张着，就像是一个水壶，水蒸气拼命地从胃里经过食道，最后通过嘴巴喷出来。大概1个小时以后，我爷爷回来了，看着奶奶的样子，爷爷也很无奈。瞅你这出儿，完蛋玩意儿，一个臭盲流子都能给你吓够呛。咋说也不应该整死他啊，一条人命啊。你想啊，他不是咱镇子里的，离这儿最近的镇子上的人都走光了。你以为我想啊，这个盲流子多半是胡子放下来盯梢的，忽然之间就冒出个大活人。这不是胡子是什么？现在不整死他，要是他回山上告诉胡子咱们院儿还有黄米饭吃，他们下来抢，那咱这一年可咋过啊？我奶奶一听胡子，冷不丁的害怕了。胡子就是山上的土匪，没解放时东北的胡子可是地方义霸，一般只到地主或者有钱人家打劫。但这是什么年月，饿疯了的时候也不管你家有没有钱底子，只要是户人家就来搜刮。这些胡子一般下山之前都会派1-2个哨子先下山打探，看哪家吃得好，有底子，然后回去报告。见米抢米，见牲口拖牲口，弄得当地的百姓敢怒不敢言。之后他们再下来一伙人对这些有底子的家抢劫，这帮家伙杀个人跟玩似的，弄死人后就丢到大山里让狼啃鼠咬，家里人连个全尸都捞不到。胡子发现哨子被整死了咋办？咱们哪还有活路啊？没事儿，我和老宅头还有4棱子把他扔后山上的雪垫子里了，
明天一早一定就被野狼野狗吃个干净。胡子要是发现了，一定以为这笋种还没下山就被野狼给掏了。再说这无凭无据的，他找谁去啊？咱把粮食藏好，啥事儿都没有，放心吧。看如此爷爷的镇定，奶奶心里踏实了不少，但是还是害怕，直到大概晚上10点多，才迷迷糊糊地进入的梦乡。后半夜，我奶奶醒了，迷迷糊糊就听见了依稀的哭声，好像有很多人咿咿呀呀的，跟唱戏似的。谁啊？我孙子命苦啊，你看没看见我的大孙子？醒醒啊！吵啥吵？叫丧啊！有个脸发白的老太在哭丧。胡说八道，睡懵了吧你？你好好看看，哪有人哭丧？哪儿啊？可是我真的看见了。诡异的哭声又响了起来，我爷爷奶奶对视了一眼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后来我爷爷壮起了胆子往窗户望去，这一望把我爷爷吓了个魂不附体。只见黑暗中的院子里跪着20几个身穿白衣的人，都是披麻戴孝，戴着尖尖的白帽，哭声就是从他们的嘴里发出来的。他们哭几声后，向着后山的方向磕头，然后又接着哭。大半夜的院子里忽然凭空多出了这么多人，好像在哭丧，这场面简直瘆人到了极点。看到这些，我爷爷和奶奶现在都被吓得不轻，他们哪里见识过这种阵势。好在我爷爷快速地缓过了神儿，他马上拉我奶奶进了里屋，把所有的窗户挡上后，又把准备过年10点的洋蜡取出点上，稍微亮了一些，光能让人觉得安全。爷爷拿着棍子护着奶奶，奶奶早已经被吓哭了，但是她不敢出声，在炕上把棉被抱得紧紧的。明天一早我去一趟碾子山，